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今天咱们聊一个很多人都遇到过但又不好意思说的话题，便秘。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同样是便秘，有的人用点药哗啦一下就通了，身心舒畅，可有的人呢却是越通越没劲儿，甚至问题反反复复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根源就在于药用错了。便秘在中医看来绝不是简单的堵住了那么简单，它背后分好多类型，有的是因为火太大把水烧干了，有的是因为河道干了船搁浅了，还有的是因为推船的人没力气了。这些内容我们在中医怎么治疗便秘那一期视频里详细说过，大家可以回看一下。今天这期视频就是一份便秘用药避坑指南，我会带大家认识3种专门解决便秘问题的中成药：枳实导致丸、麻子仁丸，还有其溶润肠口服液。我会把他们各自的脾气秉性、能耐和适合的人群给大家说明白，还要让大家清楚如何根据自己的便秘类型选对中成药。3种不同便秘情况的精准用药方法，我还会告诉大家一个判断自己便秘类型的简单方法，让大家1分钟就能知道该用哪种药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中成药，枳实导致丸。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肠胃消防疏通队。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它呢？就是你的肠胃里不但堵了东西，还着火了，又湿又热。我们来看看这支队伍的成员配置，大家就明白它为什么这么厉害了。核心队员大黄和枳实，这2位药是开路的先锋。大黄大家可能听过，它就像消防队里的高压水枪，能清热解毒，又能强力通便，把堵在路上的垃圾冲走。枳实呢，就像一个指挥员，它的作用是行气，指挥身体里的气都往下走，给大黄的冲洗工作提供强大的推力。它俩一配合，力道十足。灭火队员黄连和黄芩，如果说大黄是用水灭火，那这2位就是用干粉灭火，专门对付肠胃里的湿热问题。黄连和黄芩是清热燥湿的专家，能把肠胃里那种黏黏腻腻让人不舒服的湿热环境变得干爽起来。这里要特别提一下，黄芩根据炮制方法不同，有的偏于清肺，有的偏于清大肠，而在这个方子里用的自然是直达大肠的那种，靶向非常精准。清胀对源神曲是干嘛的呢？它是消食导致的，专门帮助消化。如果我们是因为大吃大喝吃撑了，食物堵在胃肠里，那神曲就派上用场了，它能把这些没消化掉的食物分解掉，让它们更容易被排出去。后秦宝藏、茯苓、白术、泽泻，这3味药是健脾祛湿的。大家想想啊，前面又是高压水枪，又是强力疏通，动静这么大，会不会伤到我们身体的正气呢？这3味药的作用就是一边帮助身体排掉多余的湿气，一边扶持脾胃的功能，像个兜底的，确保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让身体的根本受到太大影响。好了，队员介绍完了，我们大概就清楚了。枳实导致丸，它针对的是湿热实质导致的便秘，什么样的人适合用它呢？就是不仅便秘，肚子还又胀又痛，而且这个痛是剧按的，就是我们用手一按会更痛，感觉里面堵得结结实实，同时你可能还觉得嘴里发苦，舌苔是又黄又腻的，小便颜色也很黄。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指向了湿热实质。比如生活中我们和朋友一起出去大吃大喝，暴饮暴食后出现腹胀腹痛、便秘或拉稀蛋拉不干净、肛门灼热、嘴里有酸臭味，这些症状就很适合这个药。一旦机制排空就应该停药了，它不适合作为长期调养用的中成药。说到这儿，有的朋友可能有个疑问了，既然是强力通便的，为什么有时候说明书里也提到它能治下痢，也就是拉肚子呢？这不是反了吗？这就要讲到中医里一个术语，通阴通用。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懂了，想象一条高速公路，因为前方有严重的事故、湿热和积食，导致路被堵死了，后面的车过不去，只能零零星星、断断续续的从应急车道挤过去几辆。这个断断续续的挤看着像是通的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里急后重的拉肚子，总想拉，但又拉不干净，拉一点点。这时候怎么办？最高效的办法不是去管那些零星挤过去的车，而是直接派清障车把前面堵死的事故现场彻底清理干净。路通了，所有车都能顺畅的走了，那个断断续续的假象自然就消失了。所以
指石导制丸治疗这种类型的拉肚子就是这个原理。但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这招通阴通用必须用在实证上，也就是身体强壮，确实是堵得太厉害的人身上。如果是身体很虚弱的人，本来就没力气了，你再这么通，人就垮了。所以这一点大家千万要把握好。如果说指石导制丸是雷厉风行的消防疏通队，那接下来要说的麻子仁丸，它的形象就温和多了，它更像是一位润滑保养工程师。它的工作原理是一边给干燥的肠道加油，一边再温柔的在后面推一把。我们还是来看它的团队构成，主力队员火麻仁、杏仁，这俩是核心，他们都是人，特点是富含油脂，天生就是润肠通便的好手。它们的作用就像给生锈的干涩的链条上润滑油，让大便在肠道里能顺利的滑下去。助攻队员白芍，白芍是养阴的，能补充身体里的津液水分，光有油还不够，还得有水，肠道才能更水润。而且白芍还有一个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的好处，就是能缓解肠道平滑肌的痉挛，肠道一放松，大便自然更容易排出来。后背推力，大黄、枳实、厚朴。我们看熟人又来了，这3味药组合在一起，其实是另一个很有名的方子，叫小承气汤。它们的作用还是清热、通便、行气。有的朋友可能又纳闷了，既然也有大黄这么猛的药，怎么还说它温和呢？关键就在2点。第一，这个方子里有了火麻仁、杏仁、白芍这些润和养的成分来平衡，不是一味的猛攻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它是丸剂。中药的丸、散、膏、丹剂型不同，药效发挥的速度和强度也完全不同。丸者缓也，丸剂的意思就是让药效缓缓的、温和的释放。如果把麻子仁丸做成汤药喝下去，那通便的力度可就强太多了，性质就变了。所以麻子仁丸适合什么样的人呢？它非常适合肠胃燥热，或者说虚实夹杂的便秘。具体表现是大便非常干结，像羊粪蛋一样一颗一颗的，感觉身体里缺水，皮肤口唇也比较干燥，舌头伸出来一看可能有点发黄，但舌头上的津液口水却不多，看着很干燥。这类人他们体内既有热又有燥和虚，津液不足，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用强力泻药，那会把身体里仅有的一点水分都带走，越泻越干。麻子仁丸这种又润又通的思路就刚刚好，特别适合一些身体偏虚的人，或者老年人的肠燥便秘，包括一些产后女性，因为生产失血也容易导致津液亏损而便秘，也可以考虑它。好了，说完了前面2个带点攻坚性质的药，我们最后来说一个纯粹的建设者和滋养者，其荣润肠口服液。我们听名字就知道它主打的是润，但它厉害的地方远不止于此。如果说前2个中成药是来解决问题的，那它就是来恢复建设的。它就像一艘满载物资的补给舰，给虚弱的身体提供全方位的支援。这个药它针对的是一种很特殊的便秘，不是路堵了，而是推船的人没力气了，河道里也没水了。它的成分非常全面，我们把它拆成几个不同的功能来看。动力方面也就是补气药，黄芪、白术、太子参、黄精这几味都是补气的。黄芪是补气的大将，能把清阳之气升上去，清气升了，浊气自然就能降下来，这是个很巧妙的升降理论。白术在这里用生的，生白术就有补气通便的作用。总之，这个模块就是给身体这部机器加油，让肠道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大便。水源方面也就是滋阴、地黄、玄参、麦冬这3味药组合在一起，是中医里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子，叫增液汤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增加身体里的津液。中医有个很美的比喻，叫增水行舟。河道里水太浅了，船搁浅了走不动，怎么办？我不是去硬推船，而是往河里注水，水涨起来了，船自然就浮起来往前走了。这就是滋阴润肠的原理。营养补充方面也就是补血补阳，当归、肉、葱蓉。当归是补血的，前面我们说产后便秘的时候提到血虚也会导致肠燥，当归本身也能润肠。肉苁蓉是补阳的，但它药性温和，也是一味润肠通便的良药。你看气血阴阳它都考虑到了。润滑方面直接的润肠药，桑葚、黑芝麻、火麻仁、玉里仁、蜂蜜
这一大堆全是润肠通便的明星成分，黑芝麻、火麻仁这些富含油脂，直接润滑肠道，蜂蜜更是天然的润燥剂，温和疏导，用止咳。最后他也用了一个行气的药来收尾，但注意他用的是止咳，而不是前面那个力道很猛的止食。止咳是成熟的果实，药性相对缓和，更适合虚弱的人使用，既能引导药力向下，又不会过度耗气。看到这个豪华阵容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奇荣润肠口服液它主治的就是气阴两虚的虚性便秘。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它呢？就是那些身体特别虚弱的人，尤其是很多老年人。他们的典型表现是排便特别费力，上一次厕所像打了一场仗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需要的时间还很长。好不容易排出来的大便，一看可能还不是那么干硬，甚至是软的，但就是没力气排出来。对于这种情况，你再用任何带有泻字的药都是错误的，会越用越虚。只有用奇荣润肠口服液这种益气养阴、健脾滋肾的方法，从根本上给身体充满电、加满水，才是治疗的大方向。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会问，怎么判断自己是哪种类型的便秘呢？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，3步自测法。第一步，看便质，大便干硬像羊粪，而且肚子胀痛巨暗，是湿热时畸型，用枳实导致丸。大便干结但不算太硬，舌苔少津，是肠燥津亏型，用麻子仁丸。软便但排出困难，排便后很累，是气阴两虚型，用奇荣润肠口服液。第二步，看全身表现，如果怕热、口苦、小便黄，是热症，用枳实导致丸。如果不冷不热，但肠道干燥，用麻子仁丸。怕冷乏力，活动后感觉自己喘不上气来，是虚症，用奇荣润肠口服液。第三步，看虚实，判断是实还是虚。很简单，就2点，一是摸肚子，便秘胀痛的时候，用手去按压腹部，如果越按越痛，感觉里面有东西顶着，多半是实症。如果按一下反而觉得舒服点，或者肚子软软的没什么抵抗，多半是虚症。二是看精神，如果是实症便秘，人通常精神不差，甚至可能因为内热而烦躁。如果是虚症便秘，人往往精神萎靡，说话有气无力，感觉很疲惫。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，我们就能对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认识了便秘3剑客，我们来做一个简洁的总结。枳实导致丸像消防疏通队，适合身体不虚，因为吃多了或湿热导致堵得结结实实的实症便秘，特点是肚子胀痛，按一下更痛。麻子仁丸像润滑保养工程师，适合肠道又干又热，大便干结如羊粪的虚实夹杂便秘，特点是又润又通，相对温和。奇荣润肠口服液像全能补给健，适合身体虚弱没力气排便的虚症便秘，特点是排便费力，便后疲乏。今天关于3种便秘中成药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准确的选药用药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中成药的知识，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紫云健康频道，后面还有更多实用的内容等着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